欢迎来到米卡世界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？看到前面红色的特别建筑物吗？我们要去那里。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来到青森，除了苹果，还有一个有名的祭典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睡魔祭典。没错，你答对了。难道这个红色的建筑物就是睡魔博物馆？你又答对了。这个建筑物名叫睡魔之家，哇啦塞，也被称为睡魔博物馆。据说是由3间建筑公司一起共同设计的。是哪3间公司呢？加拿大 Moeller Design、日本 DEDT Arch 建筑公司和荷兰建筑师事务所 Frank La Riviere Architects。难怪外观完全会跳脱日本和风传统感，而是给人一种新颖和现代感。你看，入口的设计有点特别，远看像是一个女生披垂着的刘海。你没说，我都没发现到呢。睡魔之家，我们进去吧。睡魔博物馆在2楼，我们上去吧。好啊。对了，据说睡魔之家会取名为哇啦塞，是因为在日文中轮和环读音都是啊，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融合、和平以及社区的团结。而啦塞是在睡魔祭时会听到跳人们大喊着啦塞啦，所以啊和啦塞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哇啦塞。原来如此啊。但是为什么也会被叫做睡魔博物馆呢？据说睡魔是来自于金青方言，意思是想睡觉。传说睡魔祭始于农民为了赶走夏季的睡意而制作灯笼，然后让河流带走它们。原来如此，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夏季时努力地耕耘了。在进去前要先买票，一个人620日元。买好票后，工作人员还给了我们小礼物。没错，我们分别拿到了小铃铛和书签。据说小铃铛是幸福之铃，而书签则是用之前睡魔祭所使用后剩下的材料做成的。我们拿到的是由北村麻子师傅的雷公和电母作品所剩下的材料。据说他是在2017年首次在睡魔灯比赛中赢得了睡魔大赏和最优秀制作赏，在同一作品红叶手。也就是说，在300年来，她是首位获得大赏的女性睡魔灯笼师傅了。你看，这里可以体验设计一张睡魔灯的脸孔。红色的是像拼图一样，只要拼装好就可以了，而青色的是可以自由地画自己想要的。你要选择哪一个来体验呢？当然是自由地画自己要的。我要开始制作我人生的第一张睡魔灯脸孔。现在看你的制作，我在想睡魔灯是不是先在平面上设计，然后加上框架，形成立体的模样后，再透过自己所设计的图案去进行制作的呢？你所说的是对的哦。这走廊上为什么吊那么多只的金鱼灯笼呢？是因为金鱼做成的灯笼很可爱吗？这是源自于金青番番主所饲养的特别金鱼，叫做金青井金鱼。由于当时这种金鱼非常昂贵，一般平民无法饲养，所以他们就制作类似金青井的金鱼灯笼来取悦自己。而且有传说这些金鱼灯笼后来成为了制作睡魔灯笼的灵感源泉。现在这些金鱼灯笼也成了夏日祭典的一部分，每年都能看到挂着铃铛的金鱼，被人们称为呼唤幸福的金鱼。每年的夏天最期待的就是8月2日到8月7日，是青森的睡魔祭典，也是代表着日本传统夏日祭典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看。能吸引到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的祭典一定很精彩。是啊，在这几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睡魔灯笼轮番的游街，再配上演奏以及跳人的表演，想想都觉得无比的热闹。现在在睡魔大厅里展示的这些睡魔灯笼，实际上都是在2022年的祭典上拿到优秀名次的睡魔灯笼哦。
这么说的话，在这里展示的睡魔灯笼也会随着每年的祭典过后更换了。没错。那祭典过后，所有的睡魔灯笼会怎么处理呢？都会被肢解掉，一条条的木条会被拆解下来，等待明年再重复使用。而灯笼的纸张会用于在体验课程，骨架和铁丝则可以回收再利用。这里展示的睡魔灯笼都不可以触摸，但是这里有展示脸、手、脚是可以去触摸的。为什么是展示半成品呢？这样才能更清楚地展示内部结构和制作技术。我们来到了小型的展示厅，里面展示着历年优秀作品的图像纸和制作过程，以及睡魔灯笼的历史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小空间，这里可以看到睡魔灯师傅制作灯笼的过程。而在不远处有一台睡魔灯笼，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它的内部结构。我们现在正在看大厅内展示的睡魔灯笼在祭典中的实际影像。播完时，突然身边多了很多人，看了时间，才发现是祭典表演的时间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有兴趣青森特产的观众朋友们，参观好睡魔之家后，不妨去到 A Factory 里逛逛，里面有各式各样关于苹果的不同产品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了。